我后来才发现，很多工作最累的地方，不是做不完，是你一开始连怎么开始的都不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 AI 小强。前几集我一直在讲，我不是怕学不会 AI， 我是怕有一天连工作都开始看不懂。我也讲过，很多人不是不想学 AI， 是怕一问出来就显得自己很笨。那第10步，我想讲一件更实际的事情，就是我后来开始把工作里面最麻烦、最卡、最不知道怎么开始的部分，先丢给 AI 整理。结果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不是能力不够，我只是以前什么事情都习惯一个人从零开始硬撑。以前我在工作上常常遇到一种情况，某个设备故障了，某个案子要写投资分析，某个改善案要整理用途说明，某个工程需求要变成比较正式的文字，或者主管突然间，这个案子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费用大概要多少呢？不做会有什么风险呢？这时最累的其实不是打字，而是你脑袋里有很多东西，可是它们全部混在一起。有设备状况，有现场问题，有费用，有风险，有用途，有老板想看的重点，有你自己知道，一旦不知道怎么写出来的专业经验。以前我会先卡住，萤幕打开 ，Word 打开 ，Excel 打开，可是有不要停在那边。然后我心里在想，这个要怎么写？第一段要写什么？会不会写得不够正式？会不会漏掉重点？会不会主管看了觉得我没有整理好？结果真正让人累的，不是那份文件本身，是开始前那一团混乱。后来我开始试着改一个做法，不是叫 AI 帮我决定，也不是叫 AI 帮我乱编答案，而是先把我手上的资讯用很普通的方式丢给 AI。例如我会说，这台设备故障，原厂检查后发现零件腐蚀损坏，维修费用接近新机价格，请帮我整理成投资分析跟用途说明。或是我会说，这个案子要新增设备，预估费用多少，用途是什么，请帮我整理成主管看得懂的版本。我一开始想法很简单，我不是要 AI 给我最后的答案，我只是希望它先帮我生出第一个版本。因为对我来说，最难的常常不是修改，最难的是从一张白纸开始。有了第一版之后，我就可以用自己的工程经验去修。哪些地方太夸张，我删掉；哪些地方不符合现场，我改掉；哪些地方少了风险，我再补上；哪些地方费用要更清楚，我再整理成表格。这时候 AI 就不是取代我，它比较像先帮我把混乱的资料倒出来排整齐，然后让我比较好去开始处理。我以前以为 AI 最大的价值是省时间，后来我慢慢觉得它省下来的其实是脑力，尤其是上班族，一天要处理很多事情，不是只有一件工作，不是只有一份报告，可能早上现场有问题，中午要回复讯息，下午要开会，晚上还要补资料，每一件事情都不一定很难，可是全部加起来，脑袋就会很满。所以当 AI 先帮我整理第一版的时候，我会有一种感觉啊，终于有东西可以改了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因为很多时候有东西可以改，比完全不知道怎么开始轻松很多。你不用在那边空白页前面发呆的，也不用从零开始想架构，你不用一边焦虑一边硬挤文字， AI 先帮你整理一版，你再用自己的判断去修，这样工作没有不见，责任也没有不见，但是压力会少一点。当然，我一定要讲清楚， AI 不是万能的， AI 也会写错， AI 也会乱补， AI 有时候会把不知道的事情讲得好像很确定，所以我现在用 AI 整理工具工作资料的时候，心里会有一个原则， AI 可以帮我整理，但不能代替我负责。 AI 可以帮我写第一版，但最后要不要用，一定要是我自己判断。尤其是工作文件、工程案、GMP、设备、预算，这些东西不能乱写，数字要确认，事实要确认，现场状况要确认，法规或公司规范不能随便让 AI 自己编。所以我不是把工作丢给 AI 就不管，我是把最痛苦的第一步先交给 AI 协助，然后我再把自己的经验放回去，这样才是我觉得比较健康的用法。也因为这样，
我后来才开始做自己的小工具，我把它叫做桌面小强。它其实就是我自己的工作小帮手。我希望它可以帮我整理几件很简单但很实用的事情，例如把一段混乱的文字整理成摘要重点，把口语化的内容改成比较正式的版本，把设备或工程案整理成投资分析跟用途说明，把预估金额、厂区编号、案件名称放在同一份整理结果里面。这些功能听起来不华丽，但是对每天处理工作资料的我来说，真的很有用。因为它不是要取代我的专业，它是帮我少一点卡住，少一点硬撑，少一点在空白页前面消耗自己。我觉得这就是对普通上班族很实际的地方。我以前常常觉得工作就是要自己扛，资料自己整理，文字自己想，报告自己写，问题自己消化，好像只要开口求助就代表自己不够强。可是后来慢慢发现不是这样，会使用工具不是偷懒，会让自己不要一直硬撑，也不是不负责任。我们这一代很多人其实很习惯忍耐，习惯撑住，习惯说没事，习惯把很多压力放在自己的脑袋后面。但 AI 出现之后，我开始觉得有些事情真的不用一个人从零开始。你可以先问，你可以先整理，你可以先请 AI 帮你生出第一版，然后你再修正、判断、负责。这样不是把工作丢掉，这是让自己不要活得这么累。所以第10步，我想跟你分享的是，如果你工作上也常常卡住，也常常面对一堆资料不知道怎么整理，也常常打开 Word、Excel 却不知道第一句要怎么写，你可以试试看，先把最麻烦的部分交给 AI 帮你整理第一版。不要急着要求完美，也不要期待 AI 一次就给你正确答案。你只要先让它开始帮你，因为很多时候真正让我们累的不是工作本身，是我们一直逼自己，每件事都要一个人从零开始。我不是 AI 专家，我是一个40岁开始学 AI 的工程人，我也还在学，也还在慢慢把 AI 用进工作、生活、影片，还有自己的小工具里。我是 AI 小强，我们一起慢慢变强。